刚有一场这个史诗级的桌球大赛啊，我们的这个小林同学对上的是世界球王，虽然最后以3-4惜败，但是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厉害了，在明天要争铜牌。好，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为他集气。那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委员应该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也都在关心这个奥运赛事吧？对。我想这个奥运呢，基本上面来讲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赛事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奥运成立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它就是希望那个能够透过这个运动的一个竞赛呢，能够把这些的战争或者是政治上面的纷纷扰扰东西能够排除掉。所以我们在奥运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的选手啊，这个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亮丽，史上最好了哦。对，非常非常的亮丽。而且我看到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觉得透过这次的奥运呢，其实是对于台湾的整个这个形象呢，在透过这些台湾的选手呢，让他扳回一城。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疫苗缺乏的，一而再再而三把台湾原来在国际的形象上面呢砸锅了，砸锅了，很拉差掉漆，没错。但是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个不管是金牌也好，银牌呀、铜牌，陆陆续续的这样出来的时候，又让大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形象呢感受呢是不一样，名副其实的让世界看见台湾。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花这个多的时间呢，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帮我们这些的奥运选手呢集气，然后鼓励加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这非常重要。可是你最近也可以看到，其实你的脸书，我的脸书应该都一样，都被洗版，好，都被这些政治人物啊、府院党啊，包括小英总统一天呢连发好几篇文哦。那大家就想说，哇，这个总统呢，最近是到了爱尔达上班，是不是？就感觉上很像他们的工作人员这样狂po啊。那当然，在po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说谁，你也不见每人都是运动迷，对不对？也不是运动专家，难免就出包。那当然，民进党内有几位，什么陈亭妃啊，这吴思瑶昨天出来还哭了，还说要切腹，如果下一次再犯类似的错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小编犯的错，对，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这么现实，就说你发100篇 po 文，正常的 po 文没人会记得啦，你只要发那么一篇。出包了，我跟你讲，你就被大家笑一辈子。好，那这个没有办法嘛，你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该 Google 的还是得 Google。好，只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包括这一次很多人在骂说这些政治人物啊狂蹭选手的热度，放着正事都不做，光是这一点委员怎么看？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好啦，你们这一回来蹭。但是如果从这一次之后，你们真正的关心或是支持运动赛事，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赞成的啊。对，我觉得你今天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第一个，我们讲前一阵子看到吴思瑶也好，陈亭妃也好，他的这些的一个错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其实都知道了，其实是小编的这个。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过往呢政治人物呢对于赛事的部分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熟悉，这么样的一个关注？我觉得当然，我个人也是打一个问号，好，所以才会有这个把这个名字啊弄错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回来反省，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网军的这个文化，还有从这个1450啊，还有这个绿营的侧翼的，从头到尾，我们看到过往，我记得好像是2018年，好像这个郭婞淳当初就为了这个奥运证明的事情，他好像也被出征，他反对，他为什么反对？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很多现在在线参加奥运的选手都反对，因为他们需要舞台。对。而且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奥运本来这个赛事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跟政治，然后跟战争这些能够把它切割出来，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把政治的议题带入这个里面。所以如果你因为证明然后吵闹不休的情况之下，就是剥夺了这些选手他能够参与国际赛事的一个机会。所以当初他这样子出来讲的时候，语重心长出来讲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结果是怎么样子？他被出征了，他被出征了。那我们记得前一阵子的时候呢，好像还有一个这个艺人，他也是在讲说，中华队啊，然后就被出征，就讲不行，你一定要讲
台湾队，他不能够讲说中华队加油，什么中华健儿加油，这也不符合政治正确。对，但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情况呢，这些的运动的选手或者是替他们加油的人呢，都在网络上面来讲都被霸凌。为什么被霸凌呢？因为他只要是跟他的这个绿营的侧翼或者是1450的他的政治的理念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就被霸凌，他就被出征。好，你被霸凌被出征，等到别人拿到这个荣耀金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奖项，有这样荣耀发生的时候，你又出来要沾个光，要把这个执政党你要把它这个往这上面贴金，我觉得这就不对了哦。我觉得政治呢，你政治人物，如果你就算是不关心，之前泼粪，结果现在呢反而得牌了，对，往自己脸上贴金。对，他这个就是基本上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不要讲说双标啦，民进党的这个多标，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而且双标已经不足为奇了，到多标，对，它是多标。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让我们从这一次的赛事，我真的要讲的是，这些的我们台湾的选手真了不起，因为他们让世界看到台湾。所以我觉得呢，是我们应该这个政治人物呢，应该要花心力在什么上面？就是怎么样子国家能够对这些的选手，台湾的选手，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我们其实在他出赛之前就应该要给他的持续的一个培养。我记得我听到那个应该是董哥哈，他说的，他就提到就是说那个庄智渊呢，他很多的一个他自己去用自己的钱，然后去栽培他的这个学徒了哈，应该其他的这个选手。那我听到那个董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个人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些事情本来应该要谁要做的？国家做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今天你国家没有做哦，你国家没有做，然后他自己掏腰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还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教练，对，都没有人，然后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像这个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好像跟执政团队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看到这样情形，觉得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后来他网络声量出来了，热度出来了，结果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蹭了。对，总统也来了，那驻日代表谢长廷也到现场去看他比赛哦，好，问他需要什么来关心了。这样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其实你可以提早做，我觉得你之后来做也 OK，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更早就做？对。因为你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这些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完全不在乎，完全也不提供。所以我们讲说，这个雪中送炭的事情，你根本连做你都没有做啊。那锦上添花的事情呢，你现在来了，等到人家全党在做，哎，对，等到就狂蹭啊，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心里面觉得很寒呐，哦，就是我需要的这个经费，我需要培养的，我需要这些的，让我自己能够在国际上面发亮发光的，为台湾争取荣耀的这样的机会呢，时候呢，都是我个人以个人的财力、个人的时间、个人的付出，可是出来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要收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委员，你觉得经过这一次的冬奥之后，你觉得会吗？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体育生态在台湾那的运动资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实质上的改善吗？还是你也觉得事实上这个东西热度一下来，我跟你讲又是回到原点？这个是以现在的一个执政党的，我觉得我对平安讲，我对苏揆团队很抱歉，我实在没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哈。那为什么没有信心的原因呢？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很多的问题，五缺的部分，缺水、缺电，这个缺工、缺投资等等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后面讲半天。他其实就是不动如山啊，他一样做他的啊。然后呢，如果说这次的东西，大家你看，这次连小英总统都出来了嘛，讲了半天之后，然后后续会不会有？我其实蛮怀疑的啊。我觉得民间企业可能会想说，好啦，因为现在这个政府不做呢，那这些的这个选手们其实都值得大家栽培。那你去花这个钱呢，其实比你去做什么大外宣啊，什么台湾 can help 那丢人现眼的事情。这些的东西还不如真的把心力投入在我倒认为民间企业可能会开始就是动作开始动作开始会愿意去把有一部分的资源呢
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大企业里面有这个社会这些责任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可能企业界会开始这个增加它的一个投入。但是呢，平安讲，我们到目前为止看这个苏伟团队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大概也很难抱期待了。为什么？因为你抱的期待之后还会伤心，对，你知道，所以呢，而且明年要选举了，接下来重点都放在选举啊。对，这个是对。